这皮肤日日用乳胶着，果然吹弹可破。将军征战回来，一定爱不释手。别说将军了，便是我一个女人也受不了。行了，别贫嘴了。人间绝色，要令入水时涟漪不惊，沉浮之际流水金身，要这般风过流离不留痕，才配称作冰肌无瑕，修得内膜圣体。这几年请来的花魁精心调教，效果果然显著。只等夫人，将军他已经顺利回府，可他还带回了一个女人。我等的人终于来了。相当为敬啊！行了，好酒。兄弟们，喝！来，喝！好酒，准备！看我手上，上！你们可要给我记住，女人如衣服，这兄弟如手足。哎，对了，这衣服丢了可以换，手足丢了那可就寸步难行了。你们呀，可千万不能为了衣服丢了手足哦。哎，这样，你不也是女子吗？对，就是啊。我是那种人吗？我跟那些只知道三从四德、刻板守礼，又没有什么文化的庸脂俗粉可不一样。不信，你们问问明阳哥。明阳哥，你怎么不看我啊？莫非你心里觉得我和那些女人一样？那自是不同，像你这样的女子，我从未见过。好，对，我最不喜欢你们朝代这些女的，每天只知道争风吃醋、勾心斗角、搞宅斗。哎，太不喜欢跟他们玩了。宋兄大气啊！说好了啊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们可不许偷摸找相好，省得你们这帮蠢货被那女妖精骗了去。哎呀，还是这样厉害。哎呀，没有女人就是玩的尽兴。今天晚上大家不醉不归啊，谁也不许走，谁走谁是孙子。就是，行了，来，明阳哥，我们今天晚上来玩传酒游戏，你可不许躲哦。来，少看。喝，来，干了啊！哪来的女子和一群男人勾肩搭背、拉拉扯扯、成何体统？简直不知廉耻！哪儿来的？穿越来的呗。可惜她一个穿越女，还不配被我放在眼里。
像琵琶一声声挑拨，夫君，我怕。宋之雅，我终于等到你。宋之雅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我叫林毅，当今丞相二小姐，与我长姐林月是双胞胎。在我长姐出嫁前夜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里，最疼爱我的长姐出嫁后，被构陷通奸，含冤自尽。父亲被指通敌叛国，全家被抄。明阳哥，我说了，还是兄弟比较靠谱吧。不如你娶了我，咱俩过一辈子。而我也被称为官妓，迈入青楼。这一切都拜面前这个女子宋之雅所赐。她自称穿越女，将摧毁旁人人生、践踏女子命运视为攻略战绩。你姐姐那个老古董，居然想和我抢将军夫人的位置。我身为穿越女，是这个世界的大女主，所有人都应该围着我转。那梦实在逼真的令人害怕，不知道是不是前世，所以这一切我便从替长姐换嫁开始，无论如何绝不会让噩梦成真。夫君，你知道的，我最害怕打雷下雨，这一打雷下雨，没你在身边，我就睡不好觉。这2年你行军打仗，我都快吓出心疾了。你摸摸，我的心口疼不疼？哎呀，嫂子是好看啊！是啊，夫人，怎么不穿鞋袜？等会儿着凉了。既然是我不好，回来后没第一时间见你。走，我陪你回房。这就是嫂嫂。早在军中便听闻嫂嫂美貌天下第一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郎才女貌，实在是般配。将军好福气啊！好福气啊！将军，好福气！好福气啊！实在没白做，否则我一个闺阁在世女，如何能懂这女子调心的本领？诸位，我夫人生性胆小，今夜雷电交加，失陪了。夫人，不许走！你小子有了媳妇儿忘了哥哥是吧？还把不把我们大家当兄弟啊？对啊，还当不当兄弟？夫君，这宋姑娘明明是个女子，为何称兄道弟的？不知是喝醉了还是这？哎，你说谁脑子有病呢？你个绿茶白莲花！绿茶白莲，你怎知我夫人喜欢绿茶白莲？绿茶白莲清香宜人，如你一般。这真是给爷气笑话呢。宋姑娘，谢谢你，你也是绿茶白莲。明阳哥答应要跟我们兄弟喝酒，我不许你霸占明阳哥。胡闹！
你怎可动手？你没听见他骂我吗？骂你？是你先说月儿绿茶白莲，月儿说你，怎么成骂了？难道这词不是好？夫君，宋姑娘侠骨铮铮，定是不喜欢绿茶白莲这么文雅的词。我倒是想了一词，更适合你。汉子茶。梦里你那些折辱我长姐的词，我可没忘记。宋姑娘，这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，好受吗？你知道什么？我。好痛。让沉醉孤独的篝火。女人就是矫情，动不动就哭哭啼啼。宋之雅，谁给你的胆子对我夫人不敬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啊？我是你兄弟，刚刚明明就是他诬赖我的。够了！在座的各位谁不知道你做事毛手毛脚？这明显就是你没拿稳。这样，你给嫂子道个歉吧。对啊，之雅，你平时不是最不在意这些小事的人吗？道个歉，也不会少肉，就是道个歉的事儿嘛，就是不会少块肉。道歉吧，哎呀，我们还要喝酒呢，道歉吧，小气干什么呀？我们这喝酒呢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赶紧道歉，赶紧的。夫君，宋姑娘既是无心之失，不如让她给我沏杯茶吧。夫人大气，之雅，赶紧的吧，我们还等着喝酒呢。就是呀，我们还等着喝酒呢，快点吧！哎，是啊，茶，这才对嘛。刚刚说我不对，请姐姐见谅。无妨，下次记得，这兄长的妻子得叫嫂嫂。夏，你多跟嫂子学学，改改你那粗鲁的性子，小心以后没人提亲。就是呀，谁要结婚啊？娶你了！我对你们这帮臭男人可不感兴趣。我呀，只喜欢跟美女贴贴。要是让我困在那儿四方宅院里当黄脸婆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哎呀，我不是在说你啊，姐姐。我们不说这个，我们来玩飞花令接诗文吧。哎呀，那些老实子文雅东西，咱们哪会啊？对呀，咱们一帮大老粗，一向精通文墨，会打仗，总能行出巧思。咱们这旁人怎么比啊？对呀，咱们一帮大老粗。哎呀，即兴发挥嘛！你们不跟我玩，姐姐跟我玩吧。宋姑娘，我久居这深宅后院，才疏学浅，就怕。哎呀，你就别谦虚了嘛，来嘛！明月，你那些手段都是后宅功夫，我可是熟读唐诗300首，我倒要看你如何比得过。你我二人七步成诗，一步一诗一敲鼓，做满7首者胜，如何？哎，我也不为难你，不如这样，2步1句即可。我先来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好诗啊！
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洞。真是好，是啊，我去。夫人怎么一步都不疼？莫非是难住了？那当然，诗雅的文采可是军中闻名，只可惜身在边疆，这些句子要是整理成册，那早就在京城流传开了，说不定都有女状元了。是啊，要我说呀，这闺阁女子就是空有皮囊，不像咱们宋姑娘上得了战场，弄得了笔墨，实在是厉害。姐姐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我等等你？妹妹先行，容我再想一想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好，是，好。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好，说得好。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。说的这么说呀，说呀，停下来了。对呀，说了呀。什么来着？后庭花。后面什么来着？后庭花。什么？孩子们知道真是好事啊！他怎么也知道？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。生如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眼通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夫人是在对诗，这时候对诗可比作诗还要难，尤其如此连贯巧妙，实在是难得呀。他怎么知道这些诗的后半段？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漂亮！飞入寻常百姓家。宋姑娘，我想问问你，我写的诗词什么时候成了你的著作？不可能，这明明是什么？宋之雅，梦中你就靠着这些不知从哪儿偷来的章句标榜自己才女之名，幸好我全记住，我倒要看看，就你这半桶水被我打翻，还怎么晃荡。总之，这就不是你写的，你们要相信我，这明明就是他偷我的。你放肆！这些都是月儿思念我所做的诗，都有信件为证。再说了，你二人素未谋面，他如何未卜先知，能抄你的东西？夫君，赛事未尽，我还有一首诗想要送给你。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。忽见陌头杨柳丝，悔见夫婿觅封侯。夫君，我先绣了杨柳里衣，你可要看看？诸位，我跟我夫人有要事相商，失陪了。明阳，左
月儿，为父这些日子征战在外，实在想你。夫君，我冷。小翠，去打盆热水来。小翠，下去吧，我替我夫人换洗。将军，将军喜欢伺候人，就由他去吧。你先下去。是。我的脾气可是很怪的，若是做不好，可是无赏有罚的。一切任由夫人吩咐。花魁教的倒是不错，这男人呢，你越顺着他，他越不知天高地厚，有赏有罚，松弛有度，才能让他欲罢不能。要坠落金黄的花朵，让盘子一层层缠过，要变幻花心的星座，粉红鼓楼越沉落越沉落。将军，我不是有意破坏你的好事的，是边关传来快报，已经送到府上了。可是有要紧事。若是有急事，应有将士来报，怎会是宋姑娘来？我只是太着急了，国事无大小。明阳哥，这是你亲口说的吧？姐姐应该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？自然不会，将军且去吧。只是别忘了，今夜我还有惊喜给你呢。等我。将军已经走了，宋小姐，你还不起来？林月，你身为将军夫人，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对得起沙场上将士们的忠魂吗？那依宋小姐所言，我应当如何？将军府北10里的地方，有我为将士们的衣冠冢建的宗庙，你不如跟我一起去上炷香。好，那就依你所言。宋之雅，我倒要看看，你还能玩什么名堂？林月啊林月，你们古代女人就是蠢，哼！我倒要看看你们古代女人失了清白还怎么保命。小姐，我看将军对夫人很是情重，这出了事不会查到我们头上吧？怕什么？他没证据，谁能相信他？小桃，1个时辰后你把将军引过来，我要亲眼看看林月的下场。好。林月，你就等着受尽羞辱，自尽而亡吧。
小美人，叔叔来了。你说夫人一夜未归，现在就在这庙里。将军，奴婢瞧得真真的，夫人就在里头，和一个男人在一起。你撒谎！分明是你家宋小姐今晚喊夫人出门，夫人一心记挂将军，怎会做出背叛之事？你少污蔑我家小姐！我家小姐说了，最不屑和女子勾心斗角，那是雌竞。只有你们家小姐那种老古董，离了男人她活不了。够了，给我住口！进去一看便知，若是夫人负我，我定饶不了她。夫人，夫人，救我！小姐，怎么是你？我夫人呢？夫君，夫君，你是在寻我吗？没事吧？夫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否则我应该在哪儿啊？妹妹，你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了？还穿着我的衣服，莫不是被……你怎么可以打晕我？明阳哥，你看，林月啊，你就等着受尽羞辱，自尽而亡吧。是吗？那可不一定啊。夫君，你说我害你，可我又是怎么把你拐到这荒山破庙的？又是怎么打晕你的？况且，不是你说像我这样的深闺小姐手无缚鸡之力吗？那我这样的弱女子，又是怎么打得过你的呢？月儿说的对，她从来不会舞刀弄棍的粗鲁事。就是他打晕我的，我在此撞见他与人偷情，他想杀人灭口，便摆脱膝盖欺辱我。你查他身上，他身上定有痕迹。宋之雅，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没想到妹妹你竟然如此污蔑我！你不是说我让乞丐欺负你吗？那这乞丐现在人在何处呢？我若是真想毁你名节，总得留个奸夫才是吧？我……小桃，你身为宋姑娘的贴身丫鬟，却不问青红皂白的污蔑我夫人，来人！将军，押下去，把脉扶案。将军，小桃知道错了，求将军原谅他。小桃，将军！宋之雅，念在你我出生入死的份上，今日之事不再追究。但日后你再敢污蔑我夫人，休怪我不念旧情。夫人，我们走。小美人，叔叔来了！滚！记住你姑奶奶这张脸，今后若是再起歹意，断的可就不只是你的后果。夫人，他那样害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帮他？依我看，他没了清白，也是他活该。同为女子，我不愿见女子受难，更何况要对付她，我有的是其他办法。
辛苦夫人了，要不让本将军帮你按？小翠，夫人这皮肤当真光滑如缎，上好的蚕丝也比不上。我还以为将军驻守边境久了，口味转换，看不上我这闺阁娇女了。夫人你放心，我一直把她当普通朋友，要有事早就有事了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我怎么不见其他男人窝在你怀里饮酒？你若是不喜欢，明日我就将她送走。将军当真舍得？自然，我这心里有你一人便足够。让坠落情网的花朵，让盘丝一层层缠绕，要变幻花心的星座。粉红骷髅越沉落越沉落，脱下假山里将军，人宋姑娘说旧伤复发，头痛难忍，让您赶紧去一趟。将军，宋姑娘的伤是在战场上为了救您受的，您去看一眼吧。他要不痛快，找太医便是。本将军有骨科治病。小翠，去把我房内御赐的花瓶拿给宋姑娘，就说我明日去看她。你倒是大方。将军，你我夫妻一体，你的恩人就是我的恩人。将军，我看宋姑娘平日里大大咧咧，是男儿性格，实在不像是轻易抱病喊痛之人。不如我现在就陪你去看看。春夜良宵，属实是辜负了。这是夫君欠我的，我日后可是要讨回来的。宋之言，你还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行啊！勇气可嘉。谁说将军不来看我？放肆！都是你们这些下等人借足迟钝的家伙，以为攀上个将军夫人就能鸡犬升天，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？告诉你，我不仅是你们将军府的贵客，我正是这个世界的女主，你们未来的将军夫人。什么老神子东西，也配进我的门？当心！不是说旧疾复发吗？我看你的状态好得很呢。哎呀，明阳哥，你真是见色忘义，我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？哎，娶了媳妇儿就是不一样。明阳哥，我们在军营里面说过了呀，芸芸众生没有什么三六九等，倒是姐姐，她一个深闺女子，不懂也正常。哎，虽然说众生平等，但是你府里的丫鬟也太没规矩了，她居然辱骂你，我实在气不过我才……哎呀，
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。夫君，宋姑娘性子爽朗，我确实比不得。不，将军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我刚刚没有把您请回来，宋小姐才拿我们这些奴才出气的。空口白牙！我要出气的话，上战场杀敌，不得欺负你们解气吗？少无面人！好啊，你信女人不信兄弟？够了，宋之雅，在这个屋里好好反省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得私自外出。夫人，走吧。该死的古代人，你想骑在我头上？林月，我走着瞧！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桂花糕。不吃，我不饿。可是，我饿了。明阳哥，哥们儿来了，还不赶紧开门，茶水伺候。你过来。你们将军人呢？今日夫人生辰，将军一早上便上集市，亲自为夫人置办生辰礼了。看不出将军一向勤勉，今天让我们全体休息，就为了给嫂子过生辰。像嫂夫人那样的美人，我老李愿日日送金银首饰，只为博她一笑。你们这样的大老粗，哪懂什么东西讨女人欢心啊？就算是明阳哥，往日在军营里，不还是我给他出谋划策？看时辰，估计他们还没走远。我们换身衣服，上去凑个热闹去。好，走吧，走。明月，我倒要看看，凭你一个被封建思想毒害的深闺妇人，拿什么和我？卖糖人儿，来看看喽！来卖糖人儿。小翠，是。夫君，你尝尝这糖人儿。甜吗？没有昨晚的月儿甜。今日是月儿生辰，你还这么戏弄我。往年你生辰，我都征战在外，没能陪伴你片刻。今日，好好补偿补偿你。
哎呀，将军好眼光，此簪可非凡品，乃本殿的镇店之宝啊！我家月儿容色倾城，乌发金簪更衬得你肌肤胜雪。将军可还喜欢？店家，这簪子我要了，系在我将军府上吧。诺。慢着！边疆百姓民不聊生，姐姐居然还有这点闲情逸致，让将军为你这般破费。将军夫人怎么这般说话呀？这样，将军夫人怎么这样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姐姐可知能供平民一家生活几年？望你宋之雅就是这般张口国家大义，闭口黎民苍生，压得长姐既损了长家之权，又失了丈夫之爱。宋之雅，你既偏要胡闹找事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夫君，我是不是哪里得罪宋姑娘了？我是心直口快惯了，姐姐可千万别多想。只是我今日实在看不惯这等民间不平事。这簪子就是百金千金，为了月儿买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姑奶奶，我可是为你好。若是你今天豪掷百金的事情传出去，你这前途声望可就毁了。那也不能。如今战事未平，不少百姓都民不聊生。我不求姐姐能同我一样远赴军营报效国家，但是姐姐，你身为京中贵女，未免太过骄奢了些。姑娘说的对，像她这种官眷贵妇，怎知我们的苦啊？是啊，就是啊，她懂个屁啊！是到天哪！去年旱灾，我表姐怀胎7个月，就被活活给饿死了。啊！哎呀，还有这种事情！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书上说的就是他这样的人，这个祸害啊！真是个祸害，真是个祸害！真该死！将士草菅人命啊！有这种人什么来着？对，道德绑架。姐姐，身为将军夫人，不带头节省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如此铺张浪费，这不仅丢了将军的颜面，更是寒了边疆战士的心啊！是啊，这雅说的对，嫂子，你这事做的确实太过了。咱们好多边关的兄弟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就是你这个败类，想我们吗？啊，主人，我们这日子多苦，该死啊！这次因为你死吧你！一个个死吧你！是要翻天吗？啊！夫君，作为你的发妻，我理应身先士卒，尽绵薄之力。这玉佩，我愿赠与边境灾民，以表我心。姐姐从小养在闺中，金娇玉贵，可是这枚玉佩根本解不了燃眉之急啊！确实啊，确实太什么了。我愿捐出自己半年俸禄，以慰万千灾民。好，好啊！你侠真是豪杰啊！姑娘高义，才当女中豪杰。是啊，真是豪杰。姑娘，是，太了不起了。身为女子，能有这份为国为民的心思，实属难得。对啊，嫂子，你应该向这雅学一学。不像某些人，居然拿着一块不要的破玉佩，打发万千灾民啊！不要！夫人，你还不说实话吗？他摔的可是老夫人的遗物呀！今年大雪封城，粮草价贵，将军可知2日的粮草为何能准时送达呢？自然是因为将士们押运得力了。这是小姐不惜变卖所有的嫁妆，换取银两，高价购买粮草，
看使得将士们免受饥荒之苦。谁能想到，誉满京城的将军夫人，居然连一件能拿得出手的饰品都没有。小翠，住口！这不是你说话的地方。月儿，我一直以为是你生性喜静，不爱脂粉首饰。若是小翠不说，你还准备瞒我到什么时候？能为夫君分忧，为百姓尽心，月儿做的事不足挂齿。将军夫人做了此等好事，却不张扬，果真是不慕名利的妙人啊！对呀，将军夫人真是善良妙人啊！真是善良。说得不错，夫人温柔貌美，还如此大义，李某佩服。在下也佩服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宋之雅，这般滋味可还好受？明阳哥，你不去陪你的美娇妻，总算知道来找我。宋之雅，男女有别，往后不要再这般随意攀扯。你跟你哥们我装什么劲儿啊？我都说了，我跟那帮女人根本合不来。再说了，我不过就是随意说了他几，这么斤斤计较。凌月他与你不同，受不了你这般斤斤计较。你若是再想今日，那只能另寻他所。你堂堂一个男子汉，你怎么成妻管严了？再说，他一个内宅妇人，管得也太宽了。月儿心思单纯，至真至洁，倒是你，不要再动偏心了。索明阳，你给我回来！什么至真至洁？那全是他的狐媚功夫。林月，今日之辱，我定要你本本偿还！小翠，替我更衣。夫君，月儿，今日让你受委屈了，夫君该怎么做才能补偿你？夫君，那你便多疼疼我吧。锁门关灯配对喧哗的世界，三星的正脸，收敛了眉眼，今日一夜醒过春天。未完成的恋情停在回车间，还挂心的人像风筝断了线，说过的再见也就再也没有见。开始总是心事切切，心心念念里情和我愿，然后总有轻轻牵牵迢迢渐渐里安和我写，最终总会无憾担心心点点里也和我愿。这些珍奇异宝、地契铺子都是将军赠于夫人您的，说是弥补夫人此前嫁妆的亏损。夫人不仅得了赏赐，还有了掌家权。将军对您啊，真是极好的。好，不过只是掌握一些技巧罢了。这男人，无非就是炫。该如何炫，就如何炫。哎，是啊，我要的东西呢？
你要这催情药做什么？瞧把你给紧张的，这后院有匹母马，到了该配种的时候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将军府可不是昔日军营，由不得你胡闹。往日我们兄弟征战沙场，什么祸没闯过？怎么如今到了京城，变得这么担心？哎，说，看上哪家高门女子，要舍了我们这帮兄弟？你呀，哪里像个女子？你放心，就算捅了天大的娄子，有我们几个兄弟担着，再不济还有将军。这话才像兄弟呢。夫人，宋小姐来了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那既来之则安之，你下去让他进来。请。姐姐，我平时就是个大男孩的性格。以前跟将军们称兄道弟，大大咧咧惯了。昨天算我不对，姐姐你别想太多。宋姑娘，你多虑了。当家主母，操劳事务繁多，昨日之事我未曾放在心上。这是我清早特地炖的补药，专门给姐姐滋补身体的。宋姑娘，我每日的药是有定数的，这若是和我的补药药性相克，岂非适得其反？姐姐不信我？这样，我喝给你看吧。将军总说姐姐与人为善，姐姐应该不会服了妹妹的好意吧？小翠，小翠，好好伺候。小娘子，来呀！明月，我就不信破庙你能躲过一次，还能幸运躲过第二次。我们从山顶进攻，直取帝君府邸，就是这里。将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带姐姐？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许是我看错了。诗雅才来京城多久，说话怎么变得扭扭捏捏的？就是啊，怎么就是扭捏的？嗨，你皮痒了是不是？你别把我和那些娇滴滴的裹脚夫人比。那你说，你看到什么？行，我说行了吧。我清早在府里路过姐姐的闺房，我隐约看到个男人的身影，我还以为是明阳哥呢。宋之雅，你是忘了上次破庙的教训，竟还敢诋毁他？你不信，你自己去看好了。上次的事情是他自己没被抓到把柄，我这胆子真是大。
居然敢把男人带到家里来！要我说，嫂夫人娇媚，哪有男人不动心呢？将军你又常年征战在外，这……哎呀，你可真是的！被自己的丈夫看到如此不堪的一面，林月，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间呢？唉。将军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吾在屋内伺候夫人，在屋外做什么？月儿，将军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月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说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魏将军，早上宋小姐来送药，谁知夫人喝了之后便面色潮红，难受得紧。那为何不派人早些禀报？将军军务在身，夫人嘱咐我们，切不可影响将军，所以宁愿放血了，保持清醒。这是崔清香，这是崔清香分量下的急阻，若不及时处理，会落下病根的。夫君，不想让你为我分心。穿穿多少千万丈的红尘，清风徐来，几阵心念，敢爱敢恨。问朝夕可曾见微光我的生根？奔波你我之间，开出天地情深。为夫人下楼，不算分心。翻过今世我们，若影随形，也感同永忘的心声。相逢一诺望女神，缘分间留着青春。光阴似锦，与你同赴烟火星辰。不是，将军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？将军发现夫人偷情，必然勃然大怒，现在估计正在毕府惩戒呢。不行，我要回去看看。啊！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将军呢？将军与夫人正在屋内休息，宋小姐还是请回吧。什么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让开！林月，给我等着！
夫人，饶命啊！这都是宋小姐支持我的。带下去，乱棍打死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啊！宋之雅胆大包天，青天白日便设计陷害您。可这药他也喝了，为什么他毫发无伤呢？因为这毒根本就不在汤药里，而在这碗里。好歹毒的居心，冥界对女子何其重要，他竟下得了这样的狠手。那就让这补药助我们一臂之力。宋之雅，自食恶果的滋味如何？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林月不过是一个蠢笨娇妻，凭什么和我抢将军的心？我若是不把你踢出府，赶出门，我宋之雅誓不为人！月儿放心，昨日之事，我一定会对宋之雅严惩不贷。将军，宋姑娘性子爽朗，怎会做出如此歹毒之事呢？你可千万别错怪好人了。你生性单纯，不知世间人心易变。赏花宴后，我寻个由头，就让他搬离我们这将军府。将军当真要驱你出府？我相信梅阳哥的为人，我们一同上阵杀敌，他不会这么对我。想必是姐姐多有误会。这些内宅妇人，惯会争风吃醋的。左明阳，我对他真的没意思。我们共同出生入死，我要想跟他有什么，何必等到今日呢？你的人品我们还不知道吗？这样，赏花宴上我们替你解释清楚。对对，将军一向最珍视兄弟之情，生死兄弟为我说情，林月，你还能奈我何？将士们辛苦了，让我们共饮此杯。好，来。来！哎呀，哟，这赏花宴置办的不错嘛！我来迟了，先自罚一杯。你怎可用我的杯子？我都不嫌弃你，你倒嫌弃起你哥哥我来了。兄弟们都在军营里同吃同住，咱俩谁跟谁啊？姐姐贤淑大度，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先给我戴顶高帽子，再做逾矩的事。汉子茶果然被你练就的炉火纯青。我自从入京以来，不懂世家高门的规矩，给将军惹了不少麻烦。我先自罚3杯，道个歉。我换个杯子。不是兄弟吗？赶紧的。第一杯。第2杯。诗雅这酒量可以啊。第3杯。他平时不这样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又在做什么？
酒喝得太急，之前的旧伤又开始痛了。没事，没事，你们继续喝。将军，智雅当年不仅把你从死人堆里救了出来，还不眠不夜守了你3天3夜，就是那次落下的旧病。你不提也罢。将军现在有美娇娘了，却忘了我们出生入死的情谊。将军，你今日是不是就要把我赶出京城？再怎么说，智雅也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这样置他于不顾，真是寒了我们无数战士的心。如果将军不在意，就喝下这杯酒。我怎可与你共饮一杯？不喝就是不给我们兄弟面子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喝！既然夫君是因为我而怠慢了宋姑娘，那这酒我替夫君喝。姐姐，你能行吗？这可是沁云楼的招牌琥珀酒，跟你们京中贵女喝的茶饮可不一样，辛辣的很。穿越来的女人就这么喜欢采衣捧衣吗？这酒普通男子喝2杯便会倒下，更何况你这样弱不禁风的女子。将军，快劝劝姐姐吧，别为了面子伤了身子。妹妹这么说，我倒还真想试试。好，姐姐好水，不如我俩2人赌酒。嫂夫人，不要意气之争啊！智雅在军中男儿里也是海量，嫂嫂的酒量怎能与她相比？将军，你可信我？我都依你。宋姑娘，这既是赌酒，可有赌注啊？哎呦，看样子这是真要真的呀！若我赢了，我要你头上这根簪子。这簪子是将军赠夫人的生辰礼物，怎可作为赌注？好，但若是我赢了，今日宴席所饮的琥珀酒都由宋姑娘做东，如何？来人，上酒！我们这儿军中的规矩，谁先将面前的酒盏喝得多、喝得尽，谁就算赢。怎么样？待会儿给那个华衣女子上最烈。哎，事成之后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是。兄弟们，待会儿可要给哥们我做个见证啊！好，没问题。夫人，若是喝不下，不许应承，不过是一只簪子，给他便是。这可是夫君送我的生辰礼，将军，月儿想要。想要什么？自然是你的心了。姐姐，实在不行，现在退出也还来得及。毕竟我们在军营中乱喝惯了，不是你们这些世家贵女能受得了的。拿酒来，我先干为敬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
荣王，是啊，酒量又涨了，是不是背着兄弟们偷偷去喝酒了？芝雅的酒量一直在我们营中是数一数二的，夫人又是京中贵女，和芝雅比起来，可不就是一卵七石吗？真不知道夫人怎么想的，毫无悬念的虐杀呀，我真不敢看。托你的福，我早就提前练就千杯不倒的本事。宋芝雅，你高兴得太早。夫人，姐姐，不会这就不行了吧？要不这样，你只要大喊3声“我是猪”，这场比赛就算过了，怎么样？放肆！哎，瞧我这张嘴，我都忘了，姐姐和我不一样，开不得玩笑，开不得。哇，厉害呀！啊，嫂子酒量这么好啊！原来将军夫人也真能喝呀！哇，哎呦，好样的！好，还能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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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夫人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啊，夫人！好，加油！第5碗了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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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7碗了，夫人，喝呀，夫人，喝呀，夫人，喝，第7碗了，喝，第7碗了，喝，哇，好样的呀，夫人！哇，真是海量啊！夫人好夫人好酒量啊！好啊！哇，厉害了！夫人太厉害了！夫人还真是真人不露相啊！宋姑娘，我可赢了。这酒量，整整7杯琥珀酒，夫人的酒量真是令人叹服啊！我愿赌服输，今天的酒钱我都把了。这些酒最少5000斤，打落牙齿或血吞的滋味不好受。这次算夫人险胜，不过芝雅刚才已经喝了许多，这比试不公。夫君，这琥珀酒的味道倒是与月儿印象里的不同。我夫人这杯酒为何高了这么多？啊，这将军，我错了，饶命啊！将军，我错了。来人，拖出去！将军，饶命啊！将军，他兴许只是上错了，你不要责怪他。夫人这是……哦，没什么，许是将军看错了。回将军，夫人虽然酒量过人，但只要一沾上，便会浑身起满红疹，所以长年以来都滴酒不沾。哎，姐姐身体不适，早说就对了。我代表的可是将军府的脸面，哪有不战而退的道理？况且，我也只是不想让夫君为我而忧心。嫂夫人端庄贤惠，顾全大局，是我等疏忽了。都怪芝雅，非我逞能，才害得嫂嫂如此。你不闹，惹的麻烦还不够多吗？月儿，我这就带你去看太医。不必了，夫君，我吹吹冷风就好了。走。
站住！哎呀，哎，姐姐，让我陪你去透透气吧，咱们别跟这些丑男人待在一起啊！走。哎，将军，说到底，夫人也是妇道人家，和我们大老爷们在一起也是多有不便，还是让芝雅陪陪她吧。姐姐看不惯我也没办法。从前啊，我和明阳哥在军中喝酒吃肉，兴致来了，大家起哄坐在腿上，喝交杯酒都是喝过的。哎呀，你们这样的深闺女子，规矩多，爱吃醋，但你要知道，军中的条件没那么好。我为明阳哥包扎伤口不知道多少次，他身上我基本都看过，希望姐姐不要见还啊。妹妹，你是鸽子精吗？每天叽叽喳喳的。另外，同我说的那些也好生没意思啊，莫不是妹妹在暗示我要给将军做小？我恐怕以妹妹的身份，就算我有意，你也进不了将军府的大门。妹妹，你的那些歪心思，我真是多看一眼也嫌脏。你少在那里得意！月儿，月儿，夫人，月儿，月儿，传太医，传太医！是。将军，孙夫人刚刚饮用烈酒，又受到了惊吓，恐怕怎么会这样？啊，月儿，你醒醒啊！将军，你这是关心则乱，不就是受惊晕厥吗？军中常有发生，我有办法。对，这样急战医术，肯定能救回嫂夫人的。不准你碰夫人！刚刚就是你推夫人的，谁知道你安了什么心？当时只有你在，说为什么下此黑手？明阳哥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这件事情另有隐情。月儿要有事，我定让你偿命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明阳哥，你打我！自从你进我府中，就处处和月儿作对，如今能喝了烈酒又受天寒，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受得住？将军，你怎么这样？这样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又不是将军那娇滴滴的美娇娘，只会卖惨示弱。将军，您就算再爱惜您的妻子，也不能对芝雅下如此重手啊！将军，当初是芝雅为你挡下致命的毒箭，你如今这番做派，实在是叫人心寒。我们好歹跟随你那么多年，出生入死，这还比不过一个外人吧？对呀，是啊，将军，就是啊，这怎么这样对芝雅呀？太过分了，将军！住口！你怎么？他们二人足以证明是宋芝雅将我夫人害得重伤昏迷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口说无凭，没有证据，您怎么能听风就是雨？芝雅跟随我们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她的品性你还不清楚吗？明阳哥，我不比这些京中女子，知晓这些个弯弯绕绕。我不知道姐姐跟你说了什么，叫你对我的印象如今变成这样。但是，
如果你非要说是我，要打要罚，悉听尊便。夫君，月儿，月儿，告诉我，谁推的你？是夫君，是我自己不慎滑倒，与旁人无关。月儿，但是我无妨，为夫为你撑腰。明阳哥，你到现在还怀疑我？好，都是我的错。早知如此，我就不应该带姐姐出来。将军，你都听到了，世家女心机深沉，枝雅怎么斗得过？就是，指不定这一出就是某人自己设计，就是为了故意陷害枝雅的。是陷害我们枝雅，就是什么人啊？对呀，对啊，枝雅与我们相识那么多年，你何曾见她哭过？嫂夫人，您处处与枝雅为难，不过是看她身为一女子，与我们交好。依我看，嫂子给枝雅道个歉，此事就算过了。对，道歉，不是很大，哎呀，道歉嘛，道歉的事嘛，道个歉吧，快点吧，道歉吧，还真是汉子茶一哭，都被吊得找不到北了。今日害得妹妹被冤枉，实在是抱歉。好了，别再说了，免得这些京城贵女又觉得我在勾引人。我都说了，军中的战士们从未把我当成过女人，可是姐姐她偏偏不信。我看谁敢欺负姬雅！林月，就算将军被你迷惑心智，唯我马首是瞻的男人多着呢。小段将军，好大的口气！小段将军，好大的口气！这是见过国公夫人。母亲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何时赏花宴，这等粗鄙不堪的女子也配入内？姑母，国公夫人怎么来了？我怎么知道？这种宴会暗礼还犯不着国公夫人亲临啊！见过国公夫人。何为粗鄙？何为不堪？国公夫人同为女子，出言未免太不逊。哎娘，枝雅她生性烂漫，不懂礼仪规矩，请您恕罪。一个军营娼妓，同世子将军们拉拉扯扯，不是狐媚又是什么？我跟战士们之间都是清白的，不过是仗着自己辈分高，就误我清白吗？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同这么多男人拉拉扯扯，谈何清白？更何况你与将军夫人的争论，恰巧我听到一二，你觊觎人夫，推人入水，还有何脸面喊元素苦？国公夫人为人正派，绝不轻易开口。莫非真是枝雅推了夫人下水？哎，来人，把小段将军带走！不要，我自己走。我为何要帮你？若是让公主知晓小段将军行为不检，这门亲事恐怕……宋之雅，女人间的联盟比男人可靠得多，可惜你永远不会懂。林月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场游戏还没结束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见识到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我
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天命女。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太过自信，以为可以掌控一切，殊不知在这世间总有一些事情是你无法预料的，尤其是人心。是我错了，我曾经把你当做最亲密的人，却没想到你现在变得比这世家妇人还要怨毒。宋之雅，你勾结外邦细作，伪造军报，企图颠覆朝纲，这些罪行，你认还是不认？胡梅啊，你在诬陷我！3日后攻城，里应外合，你可明白？我明白，只要能得到左明阳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这什么？宋之雅，你怎会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？我左明阳真是瞎了眼，还把你当兄弟，你竟敢叛国！来人，拿下！是又如何？我得不到，谁也别想得到！宋之雅，你勾结外邦细作，伪造军报的证据，本夫人早已查实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死期？罗明阳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未把你当成过兄弟。明明我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女主，你们全都是 NPC， 我才是真正的女主，你们凭什么不围着我转？凭什么？他疯了，把他带下去。放开我，林烨！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放开我！你总说我是深闺妇人，眼界狭隘，可如今被关在这暗无天日之地的人却是你，命运可真是爱开玩笑，不是吗？你不过是仗着男人的宠爱，靠着后宅争宠手段罢了。呸！你个狐狸精！若没有左明阳，我早就已经把你给碾成灰了。那你呢？口口声声说着新思想，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，却依旧靠着踩踏别人的血肉上位，这就是你男女平等的未来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也是穿越者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说，你究竟是谁？你是谁？我当然是你命运的主宰。这一巴掌是打你同为女子，却靠践踏同胞姐妹为乐。这一巴掌是打你不知廉耻，不知自爱。这最后一巴掌是打我梦中那个逼死我嫡姐凌月，害我满门被抄的你。你不是凌月？没错，我是灵异。早在之前，我就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你抢走我嫡姐夫婿，害我满门被抄。
所以，我换嫁。你少得意！你不过是个觉醒女配，只要再一次重来，我肯定会杀了你！你错了，我从来都不需要靠男人来证明自己，而你只能像这样无能狂怒。你胡说！你不过就是个运气好的贱人而已。运气？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走到今天付出了多少努力。你只会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，找借口。夫君，陛下已下旨，明日午时斩首示众。明阳哥，明阳哥，你忘了我们曾经同生共死？你忘了我们曾经共同的事业吗？明阳哥，我没有忘，但我更不能忘的是，你背叛了国家，背叛了我们之间的信任。从那一刻起，你就不再是我认识的宋之雅了。明阳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次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背叛家国的那一刻起，便该料到今日。夫人，这牢里阴冷，快些回去吧，无需跟他多言。夫君，你先走。明阳哥，林毅，你赢了，又如何？花无百日红，你早晚有这一天，他也会厌弃你。你以为我在乎吗？我林毅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爱来证明自己，我要活出我自己的精彩，而你永远都理解不了这种自由。你给我回来！时辰到。林毅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世界本就不应该存在。一切都结束了，这段时间让你受苦了。夫君，我要的从来都不是你的愧疚，我要的是与你并肩而立。夫人，国公夫人来信，宋之雅的尸首不见了。什么？果然还没有结束。